你好，我是 Alex 阿力。那今天呢是这个以太坊合并成功的大日子啊，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啊，整个过程呢都很顺利，并没有翻车。与此同时啊，相信很多持有以太坊的朋友们都收到了 ETHW 给到的糖果，感谢 ETHW 项目方的慷慨啊。那么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聊到 ETHW。另外，我们今天还要聊一下为什么以太坊升级完成了，市场反而给了一个2位数的大跌呢？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呢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也就是实现所谓的财富自由。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的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以太坊已经于美国西部时间2022年9月15日的凌晨成功完成了合并升级。虽然那个时刻呢我还在睡觉，并没有亲眼见证，但是呢我在2天前呢就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了有一丝的风险，所以我在会员群公布了这2天的这个操作的思路，大家可以看截图其实呢我在上一期视频也给出了所有的朋友讲出来了我的思路。那我上期视频说是做空的人太多了一旦形成了合力就会走坏。那今天的合并升级完成同一时间 ETHW 也开始挖矿了，而且呢我放在交易所的以太坊今天上午11点也收到了 ETHW 空头的糖果，我第一时间就给卖了大家看这个我卖出的这个时间节点那卖出的价格呢是20油一个卖出的钱呢也是买了肉打内心呢感谢 ETHW 项目方的慷慨。我拿到这个糖果的时候并不是最高的价格，否则的话呢可能会卖更多钱。之后呢 ETHW 就一路下跌到了11U 的地方。很多朋友会不理解，那我为什么第一时间拿到就要卖出呢？不等项目方拉盘嘛？那这里面的逻辑呢也不难理解。这次空头呢是很多之前的 ETH 打矿工结合起来做的事情，而且空头的力度非常的大针对所有持有以太坊的用户不管你的以太坊是在冷钱包、热钱包，或者是在大部分的交易所都能给到你这个糖果。大部分人领到之后的第一反应都跟我一样，就是卖出去。我之前分析 ETHW 的时候也是在节目里面是这么讲的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卖掉的时候，项目方呢是不会去拿钱去救的，但是呢项目方也不会任由这个币一路跌成屎跌到一定程度呢就会拉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下午的时候ETHW 就开始往上拉盘了我感觉这个最开始项目方还是挺舍得砸钱的。如果这个 ETHW 抛压一直很大的话，而项目方不得不继续砸钱去接手接盘的话，拖住它的话，那项目方真的是成了活雷锋了。这只是一个假设我们接下来聊点 ETHW 正面的东西这可能也是 ETH 在合并升级完成之后没有我们预想中的这种大涨，甚至呢出现了这个2位数的暴跌。今天下午也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国证监会注意到了以太坊的合并升级，并且有可能会瞄准以太坊，将以太坊定义成证券，似乎成为一种大概率的事件。文章表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 Gary Gensler，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人他说允许持有人质押其代币的加密货币和中介机构可能会通过法院用来确定资产是否为证券的关键测试。这个测试的名称呢被称为豪伊测试，它检验投资者是否期望从第三方的工作中获得回报。从硬币的角度来看，这是在豪伊测试下的另一个迹象，投资公众正在根据其他人的努力得到预期的利润。那盖瑟勒先生呢，在国会听证会后告诉记者，他说他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加密货币。根据1930年代通过的法律，证券发行人，这里面就包括股票或证券在内的一切资产，必须向 SEC提交大量的披露。促进证券交易的交易所和经纪人必须遵守旨在保护投资者免受利益冲突的严格规则。如果加密货币发行人和
交易平台出售任何被 SEC 或法院视为证券的资产，那么他们将面临非常严格的责任。另外一篇文章指出，甘瑟勒说没有必要另立法律来定义加密货币是不是证券。那甘瑟勒先生说，如果是像加密货币交易所这样的中介机构向客户提供质押服务，那么它看起来和借贷非常的相似啊，只是标签有所改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SEC 在过去1年中一再表示，提供加密贷款产品的公司需要向 SEC 注册。那今年2月份 BlockFi Lending 的就被罚款1亿美元啊，就是因为他没有向证监会注册，违反了证券法。那这是这篇文章的大概的意思啊。我们如果悲观一点看啊，万一呢，我是说万一如果说 ETH 因为被美国证监会盯上，那么后面呢，接着呢就会被证监会起诉，后续的很多工作可能就无法进展开来。那怎么办呢？升级合并呢是不能开倒车的，也无法开倒车。那这个时候 ETHW 是不是就成了救命稻草了？那这也是我今天看完这篇文章才想到、才思考到的。那 ETH 没有留后路 ，ETHW 是被迫成了它的后路。如果说真的有这么一天，很多项目呢就会被迫转移到这个 ETHW， 那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又要高喊宝二爷英明神武？那真有这一天，宝二爷的地位可能就超越威神了，就成为这个行业的明灯了。那不知道宝二爷看不看我的这个视频啊？那我刚刚也说了，这是我今天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一点的猜测啊，不作为投资的建议。那因为我个人目前的阶段也是不看好 ETHW， 如果说有一天 ETHW 真的成了气候啊，或者是说真的是真金白银拉盘拉到我服了，那或者是说在我们前面的猜想成真了，就是说 ETH 被证监会盯上，一直被起诉，一直成不了事儿的时候，那个时候 ETHW 就会封神，那我再去参与也不晚。那我认为呢，目前大部分人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啊，谁赢支持谁。那让子弹飞里面说的一点都没错啊，你不能说民众没有眼光，有眼光的也有啊，只不过后面呢就被连根都给割掉了。我们继续聊聊这个 ETH 啊，我们前面说到了证券法规定，投资公众根据其他人的努力获得预期利润啊，这样的资产呢算是一种证券。如果说投资管理公司募集到大部分投资人的这个资金呢去投项目，投资经理呢需要大量的调研的财报，或者是说去跑的公司里面去考察，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一套逻辑再推算出来某个公司值不值得投资钱，那预期的回报是多少，需要投资多少的仓位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要不要做对冲啊，这些都算得上是其他人的努力。那大家作为投资的公众啊，把钱给他们投资去赚钱，然后大家再去分这个利润，这就很好理解了，这是证券，没有毛病。但是以太坊的质押是什么呢？32个以太坊做一个支点，然后呢就可以打包出块，那出了块呢就有收益，这个收益呢分给质押人和节点人。那这里面有人努力了吗？试问一下。并没有啊，除了说做节点的人做了一点点的技术上的付出啊，大家都是躺着赚钱的。所以说啊，我认为即便是 SEC 起诉 ETH 啊，起诉以太坊到了法院，起诉的名义是以太坊是证券，那最后的结果呢也是宣判为非证券啊，但是一旦被证监会告了，那后面的日子呢就会很难啊，这一点呢可以参考瑞波币。这篇文章同时还提出了一点，农业组织领导人上个月提出来的加密法案将明确规定比特币和以太坊为数字商品而非证券根据现行的法律，此类资产呢是没有联邦监管的机构，该法案将授予监管衍生品市场的 CFTC 监管数字商品的权利我们上期节目提到过啊 ，CFTC 呢就是期货的委员会啊。那不知道为什么农业组织呢会关心以太坊是不是证券啊，非常的诡异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还是愿意看到以太坊链上的这种蓬勃的发展，生态越来越好，这样呢才能带动整个行业的向前发展，让更多的人看到加密行业是未来而不是骗局。那么我们从这个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文章里面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说加密货币说以太坊是骗局的这种字眼啊，那说明加密行业已经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了。目前呢他们只是想加大监管的力度，而不是一棒子打死。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呢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